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上帝后悔创造了人类，于是降下40昼夜的暴雨，只有诺亚一家因为受到神的拣选而得以在方舟中存活。这个故事在欧洲文明中代代相传，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的共同记忆。然而，当你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其他角落，会发现类似的故事如同繁星般散布在每一个古文明的夜空中。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上，刻写着人类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吉尔加美什史诗，其中记载了英雄乌特纳皮什提姆的故事。神明决定用洪水毁灭人类，但仁慈的神灵恩基偷偷向他透露了消息。乌特纳皮什提姆建造了一艘大船，将各种生物成对带入船中。当洪水来临，连众神都因洪水而站立，黑暗中大雨倾盆而下。最终，方舟停泊在一座山上，幸存的人类和动物得以重生。这段文字比圣经的记载早了整整1000多年。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和皮拉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和儿媳。宙斯决定用洪水惩罚人类的邪恶，只有他们2人被父亲提前告知，在一座高山上建造了方舟。洪水退去后，他们向身后扔石头，每一块石头落地就变成一个新的人类，这就是希腊人的起源。丢卡利翁的船最终停泊在帕尔纳索斯山上。印度次大陆的古老典籍中同样记载了洪水的传说。摩奴法典讲述了摩奴的故事。有一天，一条小鱼请求摩奴将它放入恒河中保护，因为它预知了即将到来的洪水。摩奴答应了。随着小鱼逐渐长大，它被移入越来越大的水域中，最终被放入大海。当洪水真的来临时，摩奴按照鱼神的指示建造了一艘大船，将7位圣者和其他生物带入船中。洪水过后，摩奴成为了人类的先祖。而在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早已融入民族的血液。3皇5帝时期，洪水滔天，鲧盗取天地的息壤，想要堵塞洪水，却因方法不当而被处死。他的儿子大禹继承父志，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13年间3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平息了水患。这不是逃避灾难，而是主动与自然搏斗的故事，却同样承载着洪水的记忆。在北欧的埃达神话中，也有关于洪水的记载。在美洲的玛雅和阿兹特克神话中，洪水毁灭世界的故事同样被反复讲述。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口述传统中，在非洲班图人的神话中，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创世史诗中，大洪水的传说几乎无处不在。统计学研究表明，在全世界的250个主要民族的神话中，有超过200个民族拥有洪水神话，这个比例高得令人震惊。这怎么可能？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文化传播。古巴比伦的吉尔加美什史诗确实可能通过贸易路线和民族迁徙影响了周边文明。然而，传播论无法解释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比如澳大利亚的内陆原住民，他们在数万年间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却同样拥有完整的洪水神话。另一种解释是人类共同的生存经验。对于依赖河流灌溉的农耕文明而言，洪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长江、黄河，这些大河都曾多次改道泛滥。
也许各地的洪水神话只是对真实灾难的独立记忆，但这个解释也有漏洞。如果只是对局部洪水的记忆，为什么不同大陆的神话都提到了几乎淹没世界的滔天洪水？为什么幸存者都少之又少？为什么都有方舟或者高山作为避难所的母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一个更大胆的可能性：这些洪水神话会不会是对某个真实事件的集体记忆？地质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在距今大约12000年前的更新世末期，北美的劳伦泰德冰盖正在加速融化，大量融水注入海洋，可能导致海水在短时间内急剧上涨。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沿海地区，确实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记忆。更引人注目的是亚特兰蒂斯文明的传说。柏拉图在《地脉欧》和《克里提亚斯》中详细描述了这个沉入海底的先进文明，声称它发生在9000年前，比他自己的时代还要久远。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至今仍有争议，但它的存在暗示了一个可能性：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也许真的存在过某些辉煌的文明。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最终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想象一下，如果1万多年前真的存在过一个拥有航海技术的文明，他们遭遇了由冰期结束引发的全球性海平面上升。当滔天洪水席卷他们的家园，幸存者四散逃亡，流浪到世界各地，将这场灾难的记忆带入每一个新的文明，那么世界各地洪水神话的惊人相似性似乎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这不是科学定论，而是一种可能性。但正是这种可能性，让神话研究变得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如果说洪水的传说是关于毁灭的记忆，那么英雄的故事就是关于人类精神的永恒赞歌。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请回忆你最喜欢的英雄故事，无论它来自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然后问自己，这些故事是否都有一个相似的结构？在故事的开头，英雄通常生活在某个平凡的世界里，他可能是一个牧羊人、一个王子、一个普通人，或者如圣经中的约瑟，一个被兄弟出卖、沦为奴隶的囚徒。英雄的命运在某个时刻发生了转折，他接到了某种召唤，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可能是危机的逼迫，也可能是内心的觉醒。总之，他必须离开熟悉的家园，踏入未知的旅程。在旅程中，英雄会遇到各种考验和挑战，他可能会遭遇凶猛的敌人、狡猾的骗子、致命的陷阱，也可能会陷入内心的挣扎和诱惑。他可能失去挚爱的人，可能被背叛，可能几乎死去。但正是在这些至暗时刻，英雄获得了成长和蜕变。他可能遇到一位智慧的导师，赠予他力量和知识，可能获得一件神奇的武器或宝物，也可能经历一场濒死的体验，从此获得新生。最后，英雄必须带着他的收获返回家园，归途往往同样充满艰险。他必须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当他终于回到起点，他已经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他了。他带回的不仅是外在的宝物，更是内在的智慧。他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自己的世界，也为后来者留下了传奇。这个模式你是否感到熟悉？让我们用几个具体的例子来验证。
希腊的奥德修斯，这位荷马史诗中的伊塔卡国王，完美地符合这个模式。他原本在特洛伊战争中建功立业，却在归乡途中遭遇海神波塞冬的报复，在海上漂泊了整整10年。他独闯过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洞穴，差点成为盘中餐，被魔法女神卡尔克变成了猪，在冥府中提前得知了自己和儿子团聚的预言，抵御过赛人女妖致命歌声的诱惑，穿越过怪物斯库拉和卡律布迪斯之间的狭窄海峡，甚至在返家后乔装成乞丐，忍受那些觊觎他王位的求婚者的侮辱。最终，他用那把只有他和妻子才认得的弓，一箭射穿所有求婚者的咽喉，夺回了自己的王国和尊严。再看中国的后羿，这位传说中的英雄原本是尧帝时期的设施，天空同时出现了10个太阳，烤焦了大地，晒死了庄稼和草木，民不聊生。后羿接受了使命，用他神赐的神弓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1个为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他还射杀了萋萋、风豚、长蛇等凶兽，为民除害。然而，英雄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药，飞升到了月亮之上。功成名就之后的后羿，最终被自己的徒弟冯蒙射杀，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奥德修斯和后羿这2位英雄从未谋面，却仿佛在讲着同一个故事。为什么英雄的故事会如此相似？约瑟夫·坎贝尔穷尽毕生精力研究这个问题，最终在《千面英雄》中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全世界的英雄故事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坎贝尔称之为单一神话。坎贝尔的理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叙事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神话背后更深层的真相。英雄的旅程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为它反映的是人类心理成长的普遍模式。离开平凡世界，象征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外界的探索；遭遇考验，象征着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挣扎和痛苦；获得重生，象征着自我整合的实现和更高层次的成熟。这意味着，也许所谓的上一个文明，并不需要是具体的地理或历史存在，也许它是一种更抽象的遗产人类心理结构的遗传密码。当第一批有意识的人类开始讲述故事时，他们讲述的就已经是这些原型性的主题，因为这些主题就根植于他们的大脑之中。荣格将这种心理遗产称为集体无意识。他认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某些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荣格称之为原型。它们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通过遗传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代人的。这些原型包括英雄、母亲、智者、骗子、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等等。它们是人类心灵的普遍结构，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论这个人属于哪个文化。如果荣格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英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相似性就有了另一层含义。它们不是某一个文明传给另一个文明的，而是从人类心理的最深处自然涌出的。每一个讲述英雄故事的人，都是在触及人类共同的深层记忆。这种观点让我们对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故事这个主题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所谓的上一个文明，也许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已经消失的民族，而是指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集体经验。那些塑造了人类大脑的漫长进化历程，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一种写在基因里的史前的非物质的遗产。当我们聆听这些古老的故事时，我们不仅是在接收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信息，更是在重新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那些故事中的英雄，也许是另一个时空中的我们自己。神话中另一个令人深思的主题是神奇的降临和离去。几乎每一个古老文明都相信，神灵曾经居住在人类中间，与人类进行直接的交流。希腊神话中，众神常常化作人形，降临到特洛伊战场或者奥德修斯的归乡途中。埃及神话中，神奇以凡人能够理解的形式显现，与法老和民众进行沟通。印度神话中，毗湿奴、湿婆、梵天等大神频繁降临凡间，以各种化身拯救世界。然而，在几乎所有神话的叙事中，都存在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神灵离开了人类，从此不再直接现身。这个主题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人类神话的共同母题之一。在希腊神话中，克罗诺斯统治的黄金时代是神奇与人类最亲近的时期。那时的人类不需要劳动，寿命极长，也不存在邪恶和战争。但随着宙斯推翻父亲，成为新的众神之王，人类逐渐堕落，最终被划分为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铁5个时代，一代不如一代。圣经的创世叙事中也描述了人类与神直接交流的时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与上帝同行，可以直接听到他的声音。但自从他们偷食禁果，犯下原罪之后，这种亲密的关系就被打破了，人类从此失去了直接面见神的机会。北欧神话中，诸神与人类的黄金时代同样已经过去。奥丁和诸神居住的阿斯加德与人类的中庭世界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弱。诸神的黄昏，那场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最终决战之后，整个宇宙都将归于虚无。为什么几乎所有文明的神话都会描述这种神奇离去的故事？一种解释是，这些神话是对史前时期某种集体经验的投射。人类学家指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萨满巫师确实被认为是能够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他们使用致幻药物、冥想、击鼓等方法，进入恍惚状态，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进行交流。也许这些真实的萨满体验被后来的文明记忆为神奇曾经降临人间的黄金时代。另一种解释更加令人着迷，也许神话中关于神奇降临的描述是某种更古老文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上一个文明留下的记忆。那些被描述为神灵的存在，也许实际上是另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文明代表。当他们离开之后，后来的人类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这次相遇的记忆保存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被遗忘，文明被神话化，最终变成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关于神灵的故事。这个假说虽然无法被证实，却激发了无数人的想象。在《地球编年史》系列书籍中，撒加利亚·西琴提出，苏美尔神话中的阿努纳奇，那些被描述为来到地球开采黄金的外星生物，可能是某个先进文明的代表。
他的理论虽然争议很大，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神话也许不仅仅是人类的想象，而是对真实事件的变形记录。无论如何，关于神奇离去的神话，都揭示了人类心理中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我们似乎本能地相信，在某个遥远的过去，世界曾经更加美好，神圣与凡俗曾经和谐共存，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失落。这种失落感也许是进化留给我们的心理遗产，它提醒我们，那些曾经使人类存活下来的东西，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关于神灵离去的故事时，也许我们正在聆听关于我们自身处境的隐喻。那个黄金时代也许并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当人类重新学会与自然、与彼此、与自己的内心和谐相处时，神奇也许会再次降临。在探讨上一个文明这个主题时，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是，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些高度发达，但最终神秘消失的文明。最著名的例子是亚特兰蒂斯。柏拉图在公元前360年写成的对话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个传说中的文明。根据柏拉图的记述，亚特兰蒂斯位于大西洋中，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它的文明发展程度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民族，拥有精密的建筑、发达的技术以及组织有序的社会。但在一场大地震和大洪水之后，这个国家沉入了海底，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柏拉图声称，这个故事是从他的曾祖父那里传下来的，而他的曾祖父又是从梭伦那里听说的。而梭伦据说是在埃及旅行时，从一位祭司那里得知这个故事的。这位埃及祭司说，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发生在9000年前，比柏拉图自己的时代还要早得多。如果这个故事有真实的内核，那么它所暗示的可能性是惊人的。在文字被发明、所谓的文明开始之前，也许已经存在过某种高度发达的社会。它的毁灭很可能就是那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抹去了几乎所有的痕迹，只在少数幸存的民族中留下了模糊的记忆，而这些记忆最终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另一个令人着迷的案例是印度次大陆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明。19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这两座古城遗址，它们的规模之大、规划之完善、设施之先进，令当时的学界震惊。城市中有完整的下水道系统、统一的砖砌建筑、精密的度量衡体系，甚至还有类似公共浴池的设施。然而，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神秘消失，文字系统至今未能破译，消失的原因至今仍是谜团。想象一下，如果哈拉帕人真的拥有文字，他们的印章上刻着的符号至今无人能解，那么他们的故事去了哪里？也许那些无法破译的符号中，就隐藏着这个文明最后的记忆。也许他们的神话、他们的历史、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被刻在了那些小小的印章上，却永远无法被后人解读。还有复活节岛上的摩艾石像，这个偏居太平洋一隅的小岛承载着数百座巨大的石像，每一座都重达数十吨，有的甚至超过200吨。岛上的原住民
是如何运输和树立这些石像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有学者认为，复活节岛的文明可能曾经非常发达，但最终因为资源耗尽而崩溃，留下了这些沉默的巨像，作为曾经的辉煌的见证。这些失落的文明，像是一扇扇通往过去的窗户，透过它们，我们瞥见了人类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文明并非一直向前发展的直线路径，而是充满了兴衰更替。辉煌的帝国可能一夜之间化为尘土，先进的知识可能永远失落，那些曾经被珍视和传承的东西，可能在灾难中被彻底抹去。神话中的某些元素似乎也在呼应这种可能性。关于知识被遗忘后再被发现的主题，出现在许多文明的神话中。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带来了技术和光明。北欧的诸神从巨人尤米尔的身体中创造了世界，并从中获取了智慧。印度神话中的仙人通过冥想和修行，重新发现了被遗忘的宇宙真理。这些故事是否是对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知识断裂的集体记忆？也许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故事这个主题，最深刻的意义不在于找到一个具体的历史答案，而在于提醒我们保持谦逊。我们以为自己是站在历史顶峰的现代人，拥有比任何时代都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但也许在某个遥远的过去，曾经有人比我们更早到达了那个顶峰，然后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一切。这让我们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字、轮子、农业、建筑，也许并非人类独创，而是某种古老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波纹。神话就是这种历史意识的文学表达，它用象征和隐喻的方式，诉说着人类对自身起源和命运的最深层追问。在探讨神话相似性的各种理论中，最具争议性也最引人入胜的，也许是远古外星人假说。这个假说的核心主张是，人类神话中描述的神奇，实际上是来自其他星球的访客。他们的先进技术被原始人类误解为超自然力量，从而产生了关于神奇的神话。支持这个理论的人指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证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描述了一种名为 Brahmastra 的超级武器，它能发出如同太阳般的火焰，毁灭一切。当它被使用时，火焰从口中喷出，烟尘遮蔽天空，河水沸腾，动物倒闭。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对某种远程热核武器的描述吗？苏美尔神话中关于阿努纳奇的描述同样令人浮想联翩。这些神奇被描述为来自尼比鲁星球的生物，寿命极长，需要金矿作为他们太空船的燃料。他们使用某种万能武器控制人类，为他们开采贵金属。如果将这些描述翻译成现代语言，会不会是一个关于外星文明利用人类作为劳动力的故事？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工艺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未能解开。那些精确切割、严密拼接的巨石块是如何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被开采、运输和安装的？吉萨大金字塔的4个底边与地球4极的方向精确对应。金字塔的内部结构恰好位于地球周长的某个特定比例上。
这些惊人的精确度是古代建筑师的神来之笔，还是某种更先进的知识传承？当然，这些解读存在严重的问题。摩诃婆罗多的描述很可能是对某种当时已知武器，比如火攻的文学夸张。苏美尔神话中的金矿可以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贵金属矿藏。埃及金字塔的精确度也许是几代人不断完善的结果，而非一夜之间的奇迹。但是，质疑这些解读，并不等于否认它们背后的可能性。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神话确实记录了某些难以用常识解释的事件和现象。无论这些事件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神究竟是谁，来自哪里，而是人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些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对后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暂时放下怀疑，接受远古外星人假说的可能性，那么神话相似性的问题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解答。如果所有人类神话中的神奇都指向同一个来源，来自某个遥远星球的外星访客，那么各地神话的相似性就变得自然而然了。无论是巴比伦人、苏美尔人、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他们所描述的都可能是同一批访客，或者至少是同一类型的访客。然而，这个假设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被证伪，也无法被证实。我们可以永远在神话的字里行间寻找外星技术的证据，但这更像是一种选择性解读，而非严谨的科学研究。但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使远古外星人的假说是错误的，它也揭示了神话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真理：神话不是简单的谎言或迷信，而是人类试图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那些关于神奇降临的故事，无论是字面上真实的，还是纯粹想象的，都承载着深刻的人类关切，关于权力、知识、死亡、救赎的永恒追问。这也许才是神话真正的价值所在。它不是关于过去的准确记录，而是关于我们这个物种如何面对永恒困境的智慧结晶。在探索神话相似性的各种理论中，卡尔·荣格的心理学解释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框架。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认为人类的大脑不仅包含个人后天的经验，还携带着某种更深层的遗传性的心理结构。这种集体无意识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人类与环境的漫长互动中进化而来的心理模式，根植于我们的神经结构之中，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荣格将这些心理模式称为原型。原型是普遍的、与生俱来的意象和象征，它们不是被某个文化发明的，而是从人类心理的最深处自然涌现的。当不同文化的人描述神奇、英雄、恶魔或灵魂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触及相同的原型结构，只是用各自文化中的象征和意象来表达而已。荣格著名的论断是，神话是众人的梦，而梦是私人的神话。这句话揭示了神话与个人心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就像我们的梦境会使用那些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文化符号来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冲动，神话也是整个人类用文化符号来表达集体心理的梦。
用这个视角来理解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故事，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的解读。所谓的上一个文明，也许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历史上的文明，而是指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集体进化历程。那些塑造了我们大脑的漫长进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一种写在基因里的非物质的史前的遗产。神话中的原型就是这种集体进化的心理遗迹。英雄的故事反映的是人类面对挑战时的心理反应。母亲原型的普遍性源于人类对养育和依赖的共同体验。死亡和重生的母题源自人类对死亡威胁的进化性恐惧。光与暗的对立反映了人类视觉系统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二元认知模式。荣格的学生和追随者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约瑟夫·坎贝尔的单一神话理论直接建立在荣格的原型理论基础之上。坎贝尔发现，全世界的英雄故事都有相同的结构，这是因为他们都触及了同样的原型——英雄原型。这个原型不是被谁发明的，而是人类心理的普遍特征。如果荣格和坎贝尔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神话相似性的问题就有了一个优雅的解答。神话之所以相似，不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祖先文明的文化传播，也不是因为它们记录了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因为它们都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它被刻印在我们的大脑之中，跨越时空地，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意味着，当你聆听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时，你不仅仅是在接收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信息，更是在重新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那些故事中的英雄、恶魔、神奇和怪兽，都是你自己心里的不同面相。当你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获得了理解人类神话以及你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荣格认为，理解神话和原型对于现代人的心理健康和自我实现至关重要。他将这种理解的过程称为个体化，成为真正的完整的自己的过程。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原型，并在日常生活中与之和解，他就实现了心理的整合和成熟。也许这就是神话对于现代人的真正意义。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最深处的真相。在探讨神话相似性的原因时，语言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19世纪，威廉·琼斯爵士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等欧洲和亚洲的许多语言都有着共同的起源。他将这个假定的原始语言家族称为原始印欧语。这个发现开启了一门全新的学科——比较语言学。随后的研究证实了琼斯的直觉。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语言学家能够重建这些语言的共同祖先。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重建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还延伸到了文化层面。那些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的民族，往往在神话、宗教、社会结构上也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暗示了一个可能性：如果神话是随着语言一起传承的，那么神话相似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在于语言的共同起源。操着共同母语的不同民族，会在各自的文化中发展出相似主题的神话。
因为这些神话最初都源自同一个文化源头。然而，语言的传播和分化并不能完全解释神话的相似性。有些在语言上没有亲缘关系的民族，比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拥有惊人的相似神话。如果这些民族之间从未有过接触，他们的神话是如何变得相似的？这个谜题引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也许，某些基本的神话母题与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有关。语言学家发现，人类语言的某些普遍特征，比如名词和动词的区分、时态的存在、主语、谓语、宾语的基本语序，可能与人类大脑的普遍结构有关。如果神话的某些基本元素也与人类大脑的普遍结构有关，那么神话的相似性就有了另一种解释。它不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是大脑进化的必然产物。这个假说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形成了有趣的呼应。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心理的普遍结构，比较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是文化传承的基本媒介。如果原型和语言都源于人类大脑的共同结构，那么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就不难理解了。更令人着迷的是，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原初语言的假说。在所有已知语言分化之前，也许存在过一种或几种共同的祖先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包含了人类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包括那些后来被神话化的概念。如果这种原初语言真的存在过，那么它所包含的概念结构可能就是神话普遍相似性的根源。当然，这些假说都难以得到实证检验。语言和神话的起源都深藏在史前的迷雾之中，我们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来验证任何一种理论。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神话和语言的比较研究充满了魅力。每当我们发现一种新的语言联系，一个新的语法共性，都可能意味着我们离那个遥远的共同的起点更近了一步。也许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故事这个主题，在语言学层面有着最直接的含义。如果我们能够重建人类的共同语言，我们也许就能更接近于重建人类的共同神话。而那部最古老的、最原始的神话，也许就藏在人类语言的最深处，像一颗沉睡的种子，等待着被重新发现。第8章，考古的沉默被抹去的文明痕迹。如果我们认真考虑上一个文明存在的可能性，就必须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考古证据？这是一个尖锐但必要的质疑。根据目前的地质学和考古学知识，地球表面经历了无数次沧海桑田的变化。数万年前的冰期结束后，大量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其中可能包括人类曾经居住的地区。如果确实存在过一个先进的前代文明，它的主要城市和建筑也许早就沉入了海底。此外，即使是在陆地上，数千上万年的时间也足以抹去几乎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古代建筑遗迹都是用石头等耐久材料建造的，而普通居民的住宅 wooden structures 日常用品早已在岁月中腐烂、分解，化为尘土。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亚特兰蒂斯或任何类似的先进文明在12000年前毁灭，那么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地球经历了无数次地质变化，
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海平面的升降，河流的改道，火山的喷发，地震的破坏。如果亚特兰蒂斯的城市是用金属或有机材料建造的，它在数万年后的今天，可能连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只有那些用最坚固石材建造的纪念碑，比如金字塔或方尖碑，才有可能留存下来。即使这些纪念碑真的存在过，它们也可能被后来的文明重新利用或重新解释。埃及金字塔在建造时可能有着完全不同于后来的功能和意义，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它们最初的面貌。复活节岛的摩艾石像可能原本有着不同的用途，但只剩下沉默的石头在讲述残缺的故事。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些先进文明的遗址也许被后来的文明直接覆盖在其之上。当巴比伦人在幼发拉底河畔建造他们辉煌的城市时，他们脚下可能就埋藏着更古老文明的遗迹。但现代考古学的挖掘往往是选择性的，我们不可能为了寻找想象中的上一个文明，而将所有古代遗址都翻个底朝天。也许最令人信服的上一个文明证据，反而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人类学家发现，即使是被完全隔离的民族，也会发展出相似的世界观、宗教信仰和神话结构。如果这种相似性无法用文化接触来解释，那么它就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也许就是用人类大脑的共同结构来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物质证据不存在。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确实给学者们带来了新的困惑。土耳其的哥贝克利什镇距今约12000年，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早上8000年。它的建造者是谁？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庞大的石阵？它与后来的神话和宗教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也许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和新的发现，我们终将找到那个失落文明的蛛丝马迹。也许那个文明留下的最宝贵遗产，不是物质的建筑和工具，而是精神的传承，也就是我们今天仍在讲述的神话。在探讨神话相似性的话题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科学与神话是对立的吗？在现代人的观念中，科学与神话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科学是基于证据、逻辑和可重复验证的知识体系，而神话则被视为前理性的、象征性的叙事，是科学尚未发展时的权宜之计。按照这种观念，神话最终应该被科学所取代，就像天文学取代了关于天堂和地狱的信仰，医学取代了关于疾病的神灵解释。然而，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却让我们看到了科学与神话之间另一种关系的可能。量子力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之一，它揭示了物质世界最深层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真相。在量子尺度上，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只有在被观测的瞬间，才会坍缩为确定的现实。相距甚远的粒子可以瞬间纠缠，仿佛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超距作用，甚至连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概念，在量子引力理论中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些发现与我们日常经验中的常识如此不同，以至于一些物理学家开始用类似神话的语言来描述它们。惠勒的参与性宇宙理论认为，观测者不是被动的观察者，
而是宇宙的共同创造者。量子真空被认为是一切可能性的源头，而宇宙本身可能只是一次巨大的量子跃迁的产物。这些科学概念与某些古老的宗教和神话概念之间存在令人惊讶的平行。佛教的缘起性空概念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没有独立存在的自性。印度教的梵概念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最高实在的不同显现。甚至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都与量子力学的某些解释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当然，这种平行并不意味着科学和神话在说同样的事情，他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框架，但也许他们在试图描述的是同一个深层实在的不同面向。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神话相似性的问题就有了另一层含义。那些被不同文化独立发现的神话真理，可能是在指向某种超越文化和时代的普遍真相。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有些问题永远不会被科学地解决，比如存在的意义、意识的本质、生死的奥秘。对于这些永恒的问题，神话也许提供了一种与科学互补的理解方式。荣格在晚年时曾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神话复兴的时代。他看到，现代人虽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技术能力，却在精神上日益贫乏。他们失去了与内心深处，也就是与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联系。荣格认为，只有重新与神话建立联系，现代人才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和归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阅读神话、研究神话、讲述神话，都是在响应这种召唤。我们讲述关于神奇和英雄的故事，不仅仅是在了解过去，更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和方向。也许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史前的历史记忆，而是关于我们自己，关于人类存在的永恒真理。那些故事之所以在数千年后仍然能够打动我们，是因为它们触及的是人类灵魂中最深、最持久的东西。在结束我们的探秘之旅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个也许最根本的问题：时间。几乎所有古文明的神话中都包含了循环时间的观念。印度教和佛教中的劫，宇宙从创生到毁灭的漫长周期；埃及神话中的太阳每天在天空行走，在冥界穿越，再到第二天重生的循环；美洲原住民的时间螺旋观念；中国神话中三皇五帝的王朝更替。这些神话都暗示了一种与线性时间观念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环或者一个螺旋。柏拉图在《地脉欧》中描述了一个伟大的年，当所有的行星回到它们在黄道上的起点时，一个巨大的宇宙周期就会完成，届时所有的事物都将回归到他们最初的状态。斯多葛学派继承了这个观念，认为宇宙在这个大年的尽头会被一场巨大的火吞噬，然后在火焰中重生，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这种循环时间观与现代科学发现的一些事实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暗示，宇宙可能起源于一个无限致密的状态，然后在一次剧烈的爆炸中诞生，并一直在膨胀。如果宇宙的质量足够大，它最终会在膨胀停止之后重新坍缩，
可能引发另一次大爆炸。这是一个宇宙尺度的循环。热力学第二定律暗示，在封闭系统中，熵无序的程度总是在增加，但如果宇宙最终坍缩，时间也许会逆转，熵也许会减少。物理学中的一些模型，如永恒膨胀理论，甚至暗示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个不断创生和毁灭的宇宙中的一个。如果这些科学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循环时间的观念也许不仅仅是古人的想象，它可能反映了宇宙的某种深层真相。在这样的框架下，上一个文明的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如果时间真的是循环的，那么上一个文明可能并不是消失在过去的东西，而是我们自身在未来或者在另一个时间线上的某种形态。神话中关于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的叙事，也许是在暗示，在时间的某个更早的点上，某种更美好的状态曾经存在。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种状态也许会重新到来。当然，这些思考仍然停留在哲学和推测的层面。我们无法证明时间是否是循环的，也无法验证是否真的存在过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上一个文明。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了神话以生命。神话不是教科书，不是历史记录，它是人类面对未知和无限时的一种存在方式。它用故事和象征的方式诉说着我们无法用逻辑和语言直接表达的东西。关于时间的循环，关于文明的兴衰，关于神奇的降临和离去，这些神话主题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地打动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因为他们指向了人类处境中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的有限性，我们的必死性，以及我们试图超越这些限制的永恒渴望。夜深了，当星辰在夜空中缓缓移动，他们也许已经见证了无数文明的兴衰更替。我们在这片星空下追问，神话为何如此相似？是有一个失落的文明将相同的故事传给了每一个民族，还是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根植于人类共同的灵魂之中？也许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文明的碎片可以随着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散播四方，而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则保证了这些碎片总能在新的土壤中找到共鸣。当一个故事足够古老，它就不再属于任何特定的民族，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荣格曾说，每一个神话都是人类的集体梦境，这些梦境用象征和隐喻的方式讲述着关于我们自己，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我们与宇宙关系的永恒真理。每一个文化的神话都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意象来诠释同样的原型：英雄、智者、母亲、阴影。而这些原型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地打动我们，是因为它们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当我们聆听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我们不仅仅是在了解过去，更是在重新发现自己。我们看到英雄面对挑战时的勇气，这勇气也许就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到神奇的辉煌和陨落，这命运也许就映照着人世的沧桑。我们看到洪水滔天之后的重生，这希望也许就是我们面对困境时的支撑。也许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故事这个主题，最终的意义不在于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我们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环，是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同时，也在创造新故事的一代人。当你下次仰望星空时，请记住，你看到的那片星空承载着无数双曾经仰望过它的眼睛。在那些眼睛所属的文明中，人们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也曾编织过同样的故事，也曾在神话中找到过同样的慰藉和力量。而现在，你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晚安，愿你在这片星空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